笑了好一会儿，穆晴说道：“那是君妃小时候，现在君妃都20好几的人了。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？这次不带他来，他还叫他儿子哭闹呢。不说那些了，我发个信息给他，然后咱们休息一会儿就出去逛逛。”好。程玲玲回到自己住的房间，发了信息给军琴，告诉他她妯娌俩安顿好了。军琴回了一个的表情包给他，知道他心里还是不爽。程玲玲又发了条语音信息给他，如果我10天没有回家，你就过来吧。军琴，10天？你还要待那么久？5天你不回来，我就过去。我说10天就是10天。军琴委屈巴巴的，好吧。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，见了你徒弟也聊了很久吧？赶紧休息一下，别累着了，难得休假。想找你看病的病人，你的助理都推荐给儿子了，你可以放心的玩。知道我有徒弟，有接班人，随时能退休。他是医者仁心，只要他精力许可，他都会继续行医。当然了，以他如今的身份地位，一般人也请不到他看病，只有那些疑难杂症、很具挑战性的病因，他才会亲自出马。我休息了，睡会儿，起来就和晴晴出去逛逛。军琴回了一个搂抱的表情包给他。程玲玲将手机往床头柜上一放，人跟着往床上一躺，他睡眠很好，很快便进入梦乡。1个小时后，妯娌俩就起来了。龙婷回了公司，初九被他留在家里陪伴2位长辈。听到2位长辈说要出去逛逛，初九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安排保镖们跟随。程玲玲立即阻止了，他不用他们跟着，就我们3个，你开车带我们出去到处逛逛。初九有点担心的道：“师傅，不带保镖可能会不太安全，甚至有可能逛街途中会被人带走。”程玲玲哦了一声：“这样呀，那你不用跟随了，我和你穆妈妈出去逛逛就行。我们俩是新面孔，又是2位老阿姨了，不引人注目。你是龙婷身边的人，龙婷的那些仇人呀，生意上的死对头呀，都认得你。你陪着我们出门，我们反而不安全。师傅，少爷去机场接机那么高调，他的仇家肯定知道了。你和穆妈妈独自出门会很不安全。师傅不想带保镖可以我陪同，反正他能打，师傅也很能打，不过师傅到底有多能打，初九没有见过，他只见过师傅整人的手段。师傅拳脚功夫厉害，他都是听说的。如果只有师傅一个人出门，初九还是放心的。怎么说都是老爷爷亲传弟子，龙家那些保镖呀、杀手呀，怕是拿师傅没办法。但穆妈妈不行呀，穆妈妈对付不了那些人。龙拓或许不敢针对穆妈妈下杀手，但穆妈妈若落入龙拓手里，用穆妈妈来威胁少爷，少爷会很被动。不用了，我们俩出去随便逛逛就行。放心，我能保护好你穆妈妈。程玲玲不让初九跟随，穆晴跟他做了几10年的妯娌，他那点心思，穆晴岂有不知道的。他也对初九说道：“初九，我们也不会去很远，就在附近随便逛逛，兜风，你把车钥匙给我们就行。”初九犹豫了一下后，说道：“我请示一下少爷。”然后他走到一旁去，打电话给龙婷，低声说了几句。龙婷说道：“那就让他们俩出去吧，你实在不放心，可以带着人暗中跟着。要我说，不用担心，龙拓就算派人强请师傅，他俩还求之不得呢。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吗？就是你说了，他们出门不安全，可能会被人带走，他俩才不要你跟着的，分明就是想当一回诱饵。龙家那边并不清楚师傅的真实本事，只知道师傅是神医，医术高超，也会点功夫，但功夫有多厉害，他们不知道。别说他们不知道了，就是他这个亲徒弟，
都没有见识过师傅功夫的厉害，只从英叔叔他们嘴里听说过。他只是提醒一下师傅，让师傅知道不带保镖出门会有危险。没想到反如了师傅的意。师傅，我不担心，我是担心穆妈妈。也不用担心，怎么说妈背后是整个军事家族，哪怕2座城市隔着千里，但君家和这边的 A 市欧阳家有亲戚关系。龙拓只要不犯傻，都不敢针对穆妈妈怎么样的。欧阳婷嫁的是君家一位少爷，她见了穆晴也得叫一声大嫂。而欧阳家的地位在这20几年里越来越稳越强大。龙氏家族因为没有真正的家主带领，影响力早不如前。龙拓父子俩还是忌惮欧阳家的。初九默了默后低声问，少爷就让穆妈妈和师傅这样出门吗？让他们出去逛逛吧，你带着人暗中跟随就行。若是发生意外，师傅不让你们出手，你们就不要出手。他们都是老狐狸，比我们厉害多了。龙庭是不担心的。初九不说话了，默默地挂了电话，然后走回到2位长辈面前，不情不愿地将车钥匙交给穆晴，嘴上还不忘叮嘱穆妈妈，师傅，你们别去太久，早点回来吃饭。不用等我们回来吃饭，我俩出去逛街必定去美食街的，饿不着。跟龙庭说他要应酬就应酬，生意为重，不用赶回来陪我们吃饭，中午陪我们吃过饭就行了。你也是该干嘛干嘛去。穆晴接过车钥匙，走向不远处停着的那辆车，一名保镖连忙帮他们拉开车门。初九万般无奈地看着2人上了车，很快开着车出去。程玲玲还叫他不用暗中跟随，天塌下来他们俩都能撑着的。初九看着庄园的大门关上，自言自语，还没有80、90岁呢，怎么有老顽童的感觉了？老爷爷活着时都不像师傅这般任性。穆晴妯娌俩驾着车离开龙庭的住处，大概10分钟后，程玲玲就说，跟着了，早就跟着了。龙庭的住处外面多的是眼线，要不是防御能力强大，他晚上睡觉都不安稳。那些盯着龙庭住处的人，只敢盯着，又不敢做出什么举动来，而且他们也经常会被套麻袋，暴揍一顿，扔回龙家老宅门口。等会儿若是出点意外，晴晴，你躲在我身后就行。程玲玲叮嘱。穆晴说道，他们还不敢针对我们怎么样，顶多就是请我们过去喝杯茶。我也不是一点都不能打，没有你那么打，打架还是行的，你不是给了我一些羊粉吗？必要的时候拿出来扬他们一脸一身。程玲玲笑道，行吧，在你儿子的地盘上，他若是连咱们都保护不了，还得好好再练几年。妯娌俩去了 H 市最繁华的步行街，已经是下班时间，由于季节的问题，天还没有黑，步行街上人来人往，人流量比白天要大很多。找了个公共停车场停好车，妯娌俩加入了步行街。2人先吃，尝了不少 H 市的特色小吃就吃饱了，吃饱喝足才慢悠悠地逛街。夜幕降临，万家灯火， H 市本来也是很繁华的城市，夜景璀璨。穆晴给龙庭和初九都买了2套新衣服，他们不缺衣服，但他当妈的过来了，给孩子买2套衣服是他当妈的心意。不管2人有多厉害，多大年纪，在他这里都是他的孩子。程玲玲给龙庭买了几本书，书的内容主要是教龙庭怎么追妻的，也给龙庭和初九买了2份礼物，然后又给自己家那个爱跟尾的男人买了礼物，哭猫儿子也不能少了。很快仙里俩便大包小包了，从一间店里出来，程玲玲说道，逛街的时候带上军秦父子俩才舒服，他们帮忙拿东西，我能轻松很多。可不是吗？逛街购物就要男人跟着，不用他们付钱，只要帮我们拿东西就行。穆晴也有同感，这个时候最需要丈夫和儿子，有保镖也行。不逛了吧，有点累了。
穆晴不像程玲玲从小就练武，在野外生存，体力好，她累了。那咱们回去吧。两人转身不再往前走，朝他们停车的方向走。走了10几米远吧，察觉到周围都是黑衣人，他们不着痕迹地将妯娌俩和行人分隔开来。他们状似路人，却又将两人团团包围住。2分钟后，2名黑衣人便拦住了妯娌俩的去路。程玲玲眼睛一亮，跟踪他们这么久，这些人总算有动作了。穆晴一脸防备又警惕地质问：“你们想干嘛？”黑衣人对两人还是很客气的：“冒昧打扰一下2位君太太，我们家主想请2位太太过去坐坐。老家主说和2位算是旧识，2位君太太远道而来，我们老家主想和2位君太太叙叙旧。”事实上，龙老头并没有正面跟穆晴妯娌俩有过交集，他利用的人是宁云初的妹妹，在管城并非 A 市，龙拓就更不用说了，曾经想过和君家或者战家合作的，但人家不给他机会，故而龙拓也没有见过穆晴等老一辈的贵太太。妯娌俩面面相视后，穆晴淡定地道：“请问你们的老家主是？我们认识啊。”黑衣人还是很客气的道：“老家主是这样吩咐我们的，既然我们老家主这样说，肯定是认识君太太的。”穆晴将手上的大包小包递给黑衣人，说道：“行，既然有故人相邀，那我妯娌俩就去一趟，麻烦帮忙把我的东西搬到我车上去。”黑衣人嘴角抽了抽，但还是接过了穆晴递过来的大包小包。程玲玲也有样学样，总算解放了双手。2个人坚持要自己开车，不想坐黑衣人的车子。黑衣人想着他们人多，有好几辆车，前后夹着穆晴的车子前进也不是不行。在 A 市，2位君太太又不熟悉，不像他们一直在这座城市里活动，每条大街小巷都熟悉得很，但要求他们中一个人跟在穆晴的车上，说是给他们当人工导航，知道对方其实是派个人盯着他们，不让他们打电话联系龙庭，却不知道妯娌俩下午出来逛街逛到现在，就是等着他们动手，又怎么会主动联系龙庭呢？龙庭这个点应该也还没有回家，忙呢。初九有家里要布置陷阱，等着半夜3更猎物掉进陷阱里。于是穆晴答应了黑衣人的安排。穆晴2人买的东西放上车后，他和程玲玲上车，等另一名黑衣人坐到车后座后，他并对带头的黑衣人说道：“你们前方带路就行。”黑衣人客气的道：“那君太太跟上了。”“放心，我车技很好的，不过你们别开太快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不熟悉路况，怕跟不上。”他开车能让叶君博下车后都2腿发软并想吐。这么多年来，叶君博给他安排了专车司机，尽量不让他碰方向盘，但会开车的人不让他碰方向盘那是不可能的。穆晴还经常自己开车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他开车稳了很多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开车像开飞机一样。很快，穆晴开着车，被几辆黑色轿车护送着离开了步行街。半个小时后，车子在龙家老宅的主屋门口停了下来。龙老头派人去请2人过来，也没有瞒着，明面上他还没有确定叶龙庭的身份，知道君家的2位太太来了，请他们过来见一见，有点冒昧，但也说得过去。管家带着2名佣人在屋门口等着，见到穆晴妯娌俩了，3人态度很是恭敬。2位君太太屋里请，我们老家主以及老夫人在屋里等着2位了。穆晴点点头，她和程玲玲一起跟着管家进屋。屋里的沙发上坐着2位老人家，正是龙老头夫妻俩。龙拓父女俩站在不远处，等着迎接穆晴妯娌俩，客气得很。君太太见到穆晴妯娌后，龙拓笑着问好。龙若雨跟着问好，他不着痕迹地打量着2人。
君家的年轻一代，他见过年长的几个人的相片，男俊女俏，都说君家是专出俊男美女的，那是遗传的呀。瞧，君太太的年纪和她母亲一般大，但保养的比她母亲好多了，颜值没话说。君家网上好几代人的颜值都很高，代代的改善，才有如今年轻一代的俊美。穆晴点点头，龙拓记起自己没有自我介绍，赶紧自我介绍。穆晴又点点头，龙先生。